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情？在追剧的时候看到韩剧啊，或者日剧里面房间的场景啊，都觉得哇，怎么都这么有质感，然后都这么梦幻，然后甚至是这么舒适。可是再看看自己的房间，就觉得说，哎，就是乱，就是没 feel， 就觉得好羡慕哦。你知道吗？其实啊，只要透过几个简单的元素，让你的房间加入一些自然风的元素，不管是织品啊，或者是装饰品，透过一些我们身边就可以取得的一些通路管道，像是 IKEA、淘宝啊，一般的家具行，就可以达到你梦想中那些向往的韩剧、日剧场景里头美好的房间哦。那今天可拍啦，就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元素，然后让大家可以轻松的拥有一个有空间感的辽阔、有留白、充足多元的收纳的 idea， 也会让你觉得我的房间有幸福感哦。嗨，我是好事生活可潘，我们的频道是教大家居家改造 DIY。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频道内容呢，欢迎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哦。Let's go！ 会有幸福吗？会，一定会有幸福。太棒了，我要幸福！耶！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房子呢，是我们俊好事计划的学员他的一间出租套房。那原本啊，这间房间的原本的样貌是有一些很旧的这个很厚重的衣橱，然后一些旧的桌子，然后就是感觉就是空间已经不大，可是这些家具就很大，然后颜色又很厚重很深，所以就会让空间显得很小。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就是空间感。那我这一次我们就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换掉了那个旧的衣柜，厚重的旧衣柜，把它换成这样子开放式的衣柜。然后呢，这开放式的衣柜就让很多的光啊，或者是很多空间就会被让出来了，可以展现出来。虽然很多人会想说啊，开放式衣柜会不会觉得很容易觉得乱啊等等的，那其实啊，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布幕，把它做有修饰的效果，然后呢，也可以遮挡你的衣服的颜色这样。然后我还要跟他分享一个小秘诀，如果你觉得啊，我的衣服就是很乱啊，然后想要怎么样让它看起来就是美美的，我觉得可以把一些颜色比较轻、比较淡的，像是衬衫摆在前面，让你每次一进来就是看到衬衫的颜色。对，然后还有衣橱啊，也不用放得满满的，每一件很密实。像这一次衣服的收纳呢，有3个去处。第一个呢，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常穿的衣物，然后可以挂在这样衣架上面，然后不用。我这个是 sample 啦，其实真正进来做的话，可能也是会有8分满。但是呢，就是让它不要就是很挤在一起，然后有一些衣服呢就可以放在下面我们安排的斗柜里面，有3个抽屉的斗柜就可以放很多的衣服。那另外啊，不管在自己家或者是租屋的时候，都会遇到就是衣服换季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会衣橱就被塞爆了。那我们现在帮大家想到一个 idea， 就是我的一些换季衣物或者是一些厚重的棉被，例如接下来要春天了嘛，那有一些棉被和厚重衣物就要被收起来，那可以收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这里，床底啊就准备了这样子的收纳盒，但是收纳盒很大，然后呢床底至少我们可以放2个到3个，然后呢就可以放下一些过季的衣服，或是像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大的包包，一些想要收纳的东西，然后换季的被子都可以收在里面。这样子呢，你的衣柜就不会塞爆咯。然后塞进去就不见了，下面的床底的空间就不是变成一个无底的黑洞没有被利用，而是会被利用的地方。然后也因为你会常常去拿东西或整理，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注意它的清洁，常常会去扫地啊、吸尘等等。其他的生活物品的收纳空间呢，像是这个衣柜的上方啊，就可以放上一些盒子，然后把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收纳在上面，甚至是备品，像卫生纸啊，就塞上去，不要塞太重，然后也不要让自己拿不到，这样子好拿的。那再来你看，像这样子的开放式衣柜底下这边啊，因为跟斗柜中间还有一个距离嘛，那这边呢，你可以用盒子，或者是甚至就是当一个桌面来使用。然后这样也是非常的灵活。那再来呢，书桌区这里啊，我们善用了墙面的这洞洞板啊，这边就可以放上一些文具，甚至这边可以放上一面镜子。
这张桌子，然后这个空间不仅仅是让我们就是当书桌，然后甚至也是可以当我们的化妆保养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另外啊，其实只要换一下，马上呢就可以变成我们用餐的地方了，是不是很棒？而且啊，我选的这张桌子，它其实是餐桌。我选餐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够深，所以呢，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宽度，然后这样的深度，然后呢，我在这里继续使用我的电脑，一边可能做我的 paper， 或者是一边追剧，然后一边吃着我的 Foodpanda。其实一般人都会这样。对不对？这样是不是还蛮理想的？超贴心。对，然后因为它是比较深的，然后就不会太宽，然后占的空间也不会太大。好，那这样子从上面运用下来之后，这个超多道具可以用，就是可以很灵活的用它。然后呢，再来就是底下呢，我也准备了一个抽屉，这抽屉是有轮子的，然后这边就可以放下一些文件啊、保养品啊等等。这里就可以被运用。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在套房里头很适合出现的一个收纳好物呢，就是推推车。这推推车啊，因为它有轮子，而且非常好移动，所以呢，如果我平常，例如我现在想要把它移动到我书桌旁边。因为推推车是非常好活动的，在工作的时候，然后需要有一个比较多的桌面，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旁边，这边就可以多了一些空间。那或者是呢，我在这里这个区域呢，是我例如我现在要泡咖啡，然后我需要一些台面的空间，让我可以操作，它就可以移过来变成一张延伸的桌子，让我可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假设啊，有时候我想要在床上享受着我的小点心，然后美食，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嘛。然后它也可以变成我的一个床边桌，然后让我放食物等等。然后其实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这个很灵活的柜子，像这边有封闭式的，就可以放下一些你觉得比较杂乱的一些什么餐具啊、调味料啊、小调味料、吸管等等。那这边就可以放下你的食物啊。餐具，然后这边呢就可以放下一些杂七杂八你觉得要放的东西，然后它就可以随着你到各个角落被你运用。那其实一般的那个推推车都是这样子的木板，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很没有自己的味道，或者是不够温暖，其实你就可以加一块布，然后呢把它给。整个和房间的风格是不是一致性？对，它这样子你就会，如果你喜欢的是日杂风，你就买一个你喜欢的日杂的布，然后换上去，它就整个就融入在你的整个环境里头，不会突兀，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去搭配，它就非常的好搭。好，所以呢，收纳区这边。然后再来还有床头的部分，床头的部分啊，像这里的床头的位置就不能浪费嘛，所以第一个它要有像是有小夜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让你放上你的要充电的手机、眼镜，然后想要睡前要读的书，然后可以放在这里。你的 pad， 你亲爱的 pad 可以放在这里以外，这边还是可以放一些你平常例如香氛啊，或者是你平常常的什么手表啊，都可以放进去，让你的这个空间可以被善加利用。对，然后呢，同样的，其实 IKEA 的家具它是非常的常见，然后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元素。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些自己的风格、个性化的呈现的话，其实加上一块盖布，它的风格呢就随着你的喜好变化，然后而且会变得比较温暖一点。那像 IKEA 也有一张就是一张坐凳，那张坐凳也蛮适合当那个床头柜的。然后呢，而且我会蛮喜欢那张坐凳，是因为它除了可以当放你的这些什么灯啊，或者是眼镜啊、手机等等，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一张招待客人的桌子。不是桌子，是椅子。然后我觉得那也蛮好用的。
所以呢，床头也是一个非常好去使用的空间。再来呢，就要分享到幸福感。虽然啊，这只是一间小套房，可是呢，我们营造它有一种高级的质感，让大家觉得说我住在一个很舒适、很被宠爱的空间。所以我们在墙面呢，也做了一面的斯曼特，然后斯曼特就会让整个房间就会有一幅很大的画的感觉，而且啊，这个视觉就会让人家觉得很享受，然后觉得我自己的房间是一个很大气的房间。对，所以第一个是墙面做了这件事，第二个有幸福感的事情在这里。好，其实呢，这个房间它的窗户只有半截，就是它是半摇窗。可是我用的是一大片的落地，我们用的是一大片落地窗，然后而且选了一大片的纱，然后这边日光进来的时候呢，就会很幸福，然后会有一种阳光很充足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有一面很大的窗，因为这边其实因为它是走道，也不太适合，底下也不太适合放东西，所以其实让它变成一个帮房间加分。用落地窗帘来帮房间加分，我觉得是一件有幸福感的事，因为觉得说，好像住在饭店的感觉，会吗？艾瑞克，这个是会去度蜜月的地方。度蜜月，哇塞，真的吗？我想说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民宿风啦，对，好，所以有给你度蜜月的感觉。OK， 我懂。好，然后再来啊，第三个有幸福感的元素呢，就是这些装饰品。简单的装饰品，像这样子，就是它是天然的芦苇啊，然后会让自己的房间就有一种很 nature， 然后你不用去一直换装饰，它会让你觉得看了会觉得很像在大自然里头的感觉，不容易腻。像这边也是巧妙的安排了一个，就是也是干燥花。呼应我们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在大自然里头的感觉，跟整个色系融为一体。第四个幸福感呢，其实当我们把空间做了一个运用分配以后，我们空出了一大面墙，没有让整个房间里头呢墙都占满了许多的家具或物品，然后空下这一大面墙要做什么呢？嘿嘿，我们准备了一台投影机，之后呢就可以放在这里，然后投射在这里，就会变成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那种家庭剧院，超享受的。所以呢，就可以在这边坐在床上啊，然后呢盖着小被被啊，然后在那边看电影，或者是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小坐垫。投影机有个优点，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高度嘛，然后你就可以放在这里啊，然后这边看电影啊，然后这边就是享受你的 relax 时光，就不用一直手拿着你的 pad。可以这样子追剧，是不是很幸福呢？太享受了，这是标配吗？这是标配。最后，我要卖个关子。我相信大家一直看到这个洗手间的方向呢，好像有一盏很美的灯，就是一直泄露出一些机密。我们还做了一个让大家觉得超级幸福，就是改造了浴室。如果呢你也有一间令你很头大的浴室，例如它的瓷砖非常的老旧，然后缝里头都是霉菌，然后呢就觉得让你觉得洗澡真是一件要速战速决一点都不享受的事情。可是呢你又不想要大动干戈去重新把它敲掉，再做一间浴室。那我们这一次呢做这个尝试，就是让我们的浴室可以不用整个敲掉，然后甚至可以自己 DIY， 就可以改造出一间媲美网红民宿里头的浴室，敬请期待哟！耶！我觉得我非常的享受跟学员们一起改造他们的空间的过程，因为在过程中啊，我们的学员都会有很多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因为呢，他就会想说，我想要有这样子的风格，我想要尝试，然后呢，我们就会陪着他一起去实现他的想法，然后呢，过程中一起去克服很多的挑战。可是我觉得呢，这在当中啊，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学员，我们都学到非常多，真的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我们的学员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一间套房，
不是一个房子，我们一起在呈现一个作品，我们也在努力的把它的元素和我们的想法一起碰撞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样貌。最近跟我们预约咨询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可能就会丢讯息给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的线上课程，分享说他的家也想要有一个崭新的样貌。我觉得这跟季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春天来了，就觉得万物要更新，然后会很期待有一个新的生活，很期待在接下来的春天陪伴大家一起把自己理想中想要改变、想要拥有的生活一起实现出来。很欢迎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俊好事计划的课程咨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梦想，然后陪你一起来实践它。我们的预约连结就在我们的描述栏当中，欢迎你一起来聊一聊哦。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子的节目、这样子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哦。那我们几天以后再见喽，拜拜。